天生一个仙人洞，无限风光在险峰。朋友们，我现在到庐山站了。最早呢，我知道庐山，那自然是那首诗嘛，横看成岭侧成峰。后来知道庐山是《庐山恋》这部电影，庐山呢是5岳33山之一啊。所以接下来我会花2到3天的时间，对庐山的所有景点进行一个深度的体验。Let's go！ 在庐山站边上有庐山索道的一个售票处啊，然后有专线大巴把我们送到庐山索道下站。庐山是一座连绵的一个山峰啊，特别大，所以呢，它的景点呢，包括它的一个交通路线也是很复杂的。在国内拍这些知名的大山啊，还是挺费钱的。这里付了350块钱，它包括一个索道上下的120元，以及到了山上的这个观光车7天内有效的是70元，还有景区门票160元，还要额外加10块钱。这辆巴士呢会把我们送到庐山站的索道下站啊，等于就是360块钱。街区世贸2点27分了，开了约25分钟，从庐山站到达了庐山索道的山上。下了摆渡车呢，还要走一点路啊。拿一瓶我就这样边拿边喝。你看，今天人还挺多的，因为是3天中秋假期的第2天。今天的温度是33度，海拔252米啊。哦，有空调了，舒坦。这就是我今晚住的，叫孤岭街啊，这是庐山里面的一个。这段时间做索道的频率很高啊，先是在衡山做索道，然后又到武功山做索道。庐山的这个索道是一个车厢一样的哈，容纳的人还挺多的，行李箱都可以提上去啊。欢迎收看阿树的巡山系列纪录片。在这个系列中，阿树将深度的探索中国最值得去的50座名山。目前已发布的有峨眉山、梵净山、衡山、武功山等。本集的庐山位于江西省九江市，乃5岳33山之一。所谓5岳33山，就是国内最声名远扬的5岳：华山、泰山、衡山、嵩山、衡山。33山指黄山、庐山、雁荡山。庐山是长江中游的山脉，其最北侧是鄱阳湖，南面是赣江，西边是大庐山和小庐山。庐山的最高峰为汉阳峰，海拔约为1474米。
在古代文言墨客的心目中，庐山素有人杰地灵之地的美誉。众多的诗人，比如李白、苏轼、王维等，均游览庐山后写下传颂千年的诗篇。下面的是茶田啊，这个是庐山云雾茶。如果你坐大巴上到山顶的话，要1个小时啊；坐索道的话，10分钟就到了，虽然贵了一点点。避暑了，上起来也很凉快。索道呢，从下站到上站大概花了10来分钟吧，然后海拔提升了约900米左右，在山脚是250多米海拔嘛，它的气温呢由33度降到了23度啊，所以庐山有这个避暑胜地之称啊，很多人夏天会来这里避暑。我出了那个索道以后，我发现真的像是进入了一个天然的空调房一样，很舒服的气候。出了索道呢，就看到这里了。你看啊，真的让我想到重庆啊！你以为你在地面，其实你在22层，这里有这种感觉。你坐了那么高的索道，来到这里，像一个平原的一个乡镇一样啊。看一下奶奶家的民房啊。对，那这一间可以吧？干净吧？好的，稍等一下。来，在庐山孤岭镇啊，就住这个房间，还挺好的。卫生间啊。我在庐山住的孤岭镇，很多的村民把自家民居改造成了民宿。因孤岭镇位于山顶上四面环山的谷地上，它是庐山的交通换乘中心，也是庐山的主要集镇。庐山是道教和佛教的重要发源地之一。在明清时期，庐山逐渐成为著名的避暑胜地，吸引了众多官员和富商前来度假和游览，使孤岭镇逐渐发展成庐山的商贸中心。庐山的覆盖面积有302平方公里，分为3条游览线路，分别是西线、中线和东线。不同线路对应不同的景点，每条线路的最佳游览时间为1天。咱们第1天先游览西线。而现在呢，到的这个是西线的第一个观景点，叫花径。这个庐山的天气跟武功山一样的变幻莫测，瞬息万变。刚才还是这个蓝天白云呢，就突然之间又是这种云雾笼罩了。可以在这散步。对，我们是江西省文旅局做一个问卷调研的，可以耽误你几分钟时间吗？可以的啊。你本次出游主要的目的是什么？摄影观光。主要的目的是观光休闲吗？嗯。哦，好的。这个湖泊好像四面环山了呀。来庐山避暑是真的好啊，这里像一个天然的空调，比空调房还舒服。这叫花径就。花径公园啊，咱们走到那个亭子上溜达一圈。日本的真人秀节目录制中。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？就是今年啊，最近几年的话，这个夏天越来越热了。你比如说这种出现40多度高温的城市，国内的城市是越来越多了。你像我老家，过去呢夏天不用空调是可以熬得过去的，吹风扇也过去了。但今年我就感觉不开空调根本待不住，很难受。所以全球气候的一个巨变啊。就是干旱的越来越干，然后水涝的越来越涝，热的越来越热，冷的越来越冷。说不定以后随着这种夏天越来越热，这里庐山可能会成为一个越来越火的一个避暑胜地啊。每棵树都是有户口的，有编号，有2维码。
好了，来到了湖心岛的亭子了。头发扣不了，快点嘞！扣扣，你看看。中。就是大家一起出来嘛，然后就是这有一排这个笔直的大树啊，是什么树呢？啊，这个湖泊叫卢琴湖啊，建于1961年，水深如晴时刻，花尽花开山寺。花径位于庐山孤岭街西南方向2公里处，这里海拔高1000米左右，曾是庐山历史上3大名寺西林寺、东林寺、大林寺之一的大林寺所在地。诗人白居易曾在此写下诗篇《大林寺桃花》，其中就有流芳百世的诗句：人间四月芳菲尽，山寺桃花始盛开。长恨春归无觅处，不知转入此中来。湖边一个环湖栈道啊，我几乎走了1圈了。哎，这个水中小舟啊，很像坐垫一样，毛茸茸的。我绕湖1圈啊，又回到原点啊，在湖边呢有一些民房，哎，露出一点点蓝天啊。这里真的是很养人嘛，我感觉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锦绣谷啊，卖拐杖的来说啊，你花了钱了，你还坐车去仙人洞的话，那不划算。你不如走这个锦绣谷啊，一路走1个多小时就能走到仙人洞了。他说这是精华路段，这有一个天桥啊，看着很奇特的。我的天啊，真的是哭笑不得，我以为是很大的，这很小的。哦，这里怪石嶙峋啊，是一个悬崖的感觉。哇，这个石头不会滚吧？哇！哦！庐山的包容度是挺大的，这个地方它没有一个护栏啊。这里站在悬崖边上，哦，还是不太敢太往外走。
5:24了，还有1个小时天黑。那几个少林在那住吗？少林，张丽萍出名。这里有护栏了。哇，这太阳射在水面上反光啊，像一面金色的镜子啊。拍的吗？这里叫狮子口悬崖。哇，这些观景台都很出色，很优秀啊！每个观景台都很险，但是风景又很秀丽，挺给力的这些观景台。你看，它这些石头很多是什么鹤立鸡群啊，这一颗巨石啊，遗世而独立的感觉，叫好运石，祝你好运。哇，这里好陡啊！最好是扶着这些栏杆。这里又有一个小悬崖，画着红黄线紫布。哇，我好喜欢这条栈道啊！好像是有一点晚霞的那个颜色，上面应该就是这一个山峰制高点吧，让我想到张家界的一线天。哇，真的漂亮，太漂亮了。再等一会儿，应该会出来。现在已经是5点半。这有3个这样的观景台。那边好像有耶稣光。暮色苍茫看劲松，乱云飞渡人从容。天生一个仙人洞，无限风光在险峰。距离仙人洞还有0.7千米啊！一棵顽强生长的松树。天色快暗了，加快脚步吧。Of Mountain Loop, we cannot make out the true face, for we are lost in the heart of the fairy place. 哦，仙人洞到了。我哥哥，半身全身出发。仙人洞是一个浅石洞啊。
我们来看一下仙人洞，哦，里面有神像啊，哦，是一个道教的一个，里面供奉着一位神啊，佛教称为佛，那么道教是习惯称为神的。这里有一首我刚才朗诵的诗歌：暮色苍茫看尽松，乱云飞渡人从容。天生一个仙人洞，无限风光在险峰。深14米，高10米。听说每年3月这里特别热闹，因为是吕洞宾的一个生日啊。然后这个仙人洞呢，它是有了道教8仙之一吕洞宾在此修炼成仙的传说，并得名仙人洞。这有一个太上老君殿，一个木质结构的古典的房子。仙人洞这里有一个广场啊，在右边是仙人洞，左边是一个高台，可以俯瞰庐山市。常乐我净，一只小黑猫，喵喵喵，道士下山了。这个是玉碑亭，庐山玉碑亭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是一个方正的一个亭子。玉碑亭建于明朝的，用铁围着了，进不去呢。但是一块大概有20厘米宽的一个石碑吧，高的话有3米左右。在玉碑亭这里有一个观景台啊。第1天的游览就结束了。本集影片接下来的内容是阿树第3天游览庐山的内容，包含韩坡口、大口瀑布、三宝树、电站大坝等，也就是跳过了第2天的内容。第2天的内容将单独成集，于下集中分享。它是我游览庐山最核心的观景点——五指峰和三叠泉的内容，风景和体验超级震撼，请一定不要错过哦。第一站去韩坡口，下了观光车韩坡口站以后，还要徒步8个分钟。游览庐山呢，最好是2到3天，这样会玩得比较充分。如果只有1天的话，你是会玩得很累，而且呢，很多的观景点你会错过，因为来不及看那么多地方。这个树干已经弯了。来到庐山，我就问这些导游啊，他们说韩坡口是观日出的一个绝佳胜地啊。韩坡口海拔1286米，韩坡岭和对面的汉阳峰之间形成一个巨大的豁口，大有一口西进鄱阳湖水之势，故得名。韩坡口西侧为冰川绝峰犁头尖，对面为庐山最高峰汉阳峰，北面为庐山第2高峰大岳山，南面为庐山第3高峰五老峰。山路是中国第1淡水湖泊鄱阳湖，现在还算人少。湖光山色韩坡口。因为来的还挺早的，现在是8点17分。
在韩博口对面是叫汉阳峰，而在这个方向就我昨天爬的五老峰啊。所以这里有一句话叫千里博湖一口寒，指的是汉阳峰跟五老峰它像含着这个鄱阳湖一样，所以这里就叫韩博口啊。而这里的索道呢是坐到那个大口瀑布那里的，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不用徒步40分钟，可以往上爬就是犁头尖了，我就不上去了。刚才航拍已经拍到了。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得到那对岸的鄱阳湖啊？上面停泊了一些货船啊，然后它面对的是五老峰啊，而且鄱阳湖呢，它过去的这个水域面积要比今天大得多。当年毛主席呢就坐在现在那名白衣服的女士坐的那个位置啊，她当时是在一个长条石凳边站定后，毛主席右手叉腰，眺望着远方，一言不发。观景平台这边哈。庐山的名誉挺多的，世界遗产、全球国家公园、5A级景区。大口瀑布啊，往返大概1个多小时啊。今天是中秋假期过后第1个工作日啊，我能明显感觉到跟前2天相比，这一天的庐山，它的游客量骤减了很多啊，人少很好啊。我可以听到这个长长的流水声啊，如果有人的话，这里就是大家高谈阔论的声音。不知道这条乡间小溪是不是待会儿汇成大口瀑布的源头啊？大口旅游风景区，上面就是刚才看的鄱阳湖的一个索道，它也是通往大口瀑布的，但是它5分钟到了。看一下对面的庐山最高峰啊，汉阳峰那边。刚才的韩波口就在那个位置啊。收到我太开心了。那你几个小孩3个小孩，3个女儿。都结婚了？哦，听到瀑布声了。这里游客不算多。哦，哇！真的靠自己的双脚来到这个瀑布前面，会就是来之不易啊，会觉得这个景色很美。这个瀑布它的落差呢，跟它的水量比三叠泉要大，但是它只有1级的一个瀑布啊。庐山因其多山多水的地理特征而形成了众多的瀑布。庐山瀑布群被誉为中国最秀丽的10大瀑布之一。李白的“飞流直下3000尺，疑是银河落9天”便是描述的庐山瀑布。庐山瀑布最有名的是我下集爬断腿才看到的三叠泉，其次就是眼前的大口瀑布，落差约50米，水势凶猛，被誉为千里雷声万壑震。
跑着回大口瀑布观光车站。10点12分回到大口瀑布的观光车站啊，大概呢，因为我走得很快，上下，然后呢拍摄10分钟，然后上下各15分钟，耗时大概40分钟。一般的话，这么上下的话，应该要1个多小时一点。这里是庐陵停车场，然后从这里去三宝树，并一直走到电站大坝，大概半个小时。这是我在庐山的最后一个观景点。这一路是下坡。这里就是三宝寺了，南无阿弥陀佛。这是黄龙寺啊，明代僧人弃空于万历年间造建。庐山黄龙寺，大雄宝殿。哇塞，这是我在庐山3天啊见过最大的几棵树了。因为没有参照物啊，所以你看不出来那个树干有多大。这是2棵三宝树之其中的2宝树，那里还有1宝树，都用这个木围栏给拦着了。这是一棵国家一级珍贵树木啊，1600年，然后银杏树。哇，这2棵树太震撼了，真的，身临其境感觉特别震撼。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树？玉屏峰和天王峰之间只有3株高大的古树，相传为近身。这一棵是500年树龄的一个柳杉啊，这棵是1500年树龄的一个银杏啊，都有30-40米的一个高度啊，我感觉需要6、7个我才能够把它合围起来啊！哇，它下面的树干已经没有了枝叶了，这树干都长满了青苔啊。这个是1600，跟1600年前的这个时光相遇啊！呵呵，这是三宝树其中的另外一棵柳杉啊，它就自己一个人在这里。哦，它很特别啊，它下面都没有树干的，不像那根啊，那根比它年长的，它下面也有很多树干啊。这个要到20多米才开始有树干支出来，真的好漂亮！这个树，你看这阳光，油油的阳光洒在上面啊，照在青苔上。哦，这种很古朴的感觉。树呢，总能给人一种安全感啊，一种踏实感。你看它伫立在这里几百年，岿然不动，不悲不喜啊。我们继续出发，一路都是古树成天。哇，这里好幽深啊，好幽静，而且很凉爽。黄龙潭啊，哇，这里
真的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优美两个字，既优跟美。然后这里是这个石刻啊，是历代名人写的，从明代开始啊，静听孙云良、龙泉。你看它那个石头啊，它是一层一层的，这个纹理很漂亮。我倒觉得这里真的好美啊，就是小而美，不像是大口瀑布啊，它这里是有一种小美的气质啊。然后这里石头在滴水啊，所以这里长满了青苔。哎，这里蚊子挺多的。哇，这个水流声特别治愈啊！看看古人的书法，非常的隽永。黄龙潭不像三叠泉或者大口瀑布啊这些有名啊，所以游客少一点，让它落得很清静啊。这里有一块石头上写着“黄龙痛饮”。黄龙潭啊，十载东西，银海客归来景。什么天同乐？前面150米有乌龙潭啊，我们去看一下。累累大石。到了乌龙潭，这里的石头真的很奇特，长得。咱们往最后一个站，叫电站大坝出发。这就是黄龙潭跟乌龙潭流出来交汇成的一个小的湖泊。在电建大坝这里啊，有一些商店餐馆。当年毛主席啊，就在电建大坝里拍了一些照片。这就是当年毛主席拍照的机位啊！哇，还挺大的，但是水干了。那边有缆车直接通到电信大坝。以上就是本集影片的全部内容，很高兴你看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，不要忘了点赞、留言、订阅我的频道，这对我有很大的帮助。下集我拍到了庐山最壮观的风景，相信喜欢自然风光的你一定会被惊艳到的。谢谢观看，我是阿树，我们下期见。